创作本就是一个需要个性但又兼顾他人愿望的工作，是一味的去迎合市场来博取关注，还是坚持自己的风格干出一番事业？玩具熊系列作为曾经最火的独立恐怖游戏，如今也迎来了这般的困境与选择。安全漏洞则是作为该经典系列的全新力作，以这样的环境下登场。它大胆地摒弃了传统的定点首页玩法，转而做成了类似开放世界的单线剧情模式。高规格的创新自然会为其换来国外高额的流量，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不少老粉丝怀疑制作组已经抛弃了自己曾经的独特风格，开始去一味的迎合市场。但也有人认为创新总是好的，更何况新玩具可爱动人的外形设计也很难让人不爱。所以安全漏洞它究竟是一款怎么样的游戏，又讲述了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别急，子墨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进入游戏，将这段故事给你娓娓道来。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Fazbear Entertainment would like you to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for the one, the only, Freddy Fazbear. 时过境迁，披萨店的诡异传闻成为了过去式，取而代之的是这华丽的披萨时代广场。费斯熊娱乐公司的产业早已今非昔比，而他们最著名的电子吉祥物如今也改头换面。熊兔鸡三人组外加海盗狐狸的经典组合，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但那都是老掉牙的情怀组合了，论时髦，还得是我们现在的华丽摇滚乐队。华丽摇滚系列电子玩偶，其外形具体参考了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流行音乐风格 Glam Rock。这种风格被称为华丽摇滚或是魅力摇滚。表演者一般会穿着华丽的服装，画非常艳丽的妆容，以及打造各种奇葩的发型，所以华丽摇滚也因此得名。费斯熊公司让现代科技与这种表演风格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创造出了这些风格鲜明的电子吉祥物。现在请容许我向各位隆重介绍一下安全漏洞里的全新角色。这位是鳄鱼蒙哥马利，他取代了原来邦尼的位置。现在你看到的是狼妹罗格珊，她很像以前的狐狸海盗霍斯，还有我们的华丽摇滚奇卡和主唱费斯熊弗雷迪。今天华丽摇滚乐队他们也像往常一样进行着表演，但主唱弗雷迪似乎检测到了附近有什么人的存在，之后他就莫名其妙的死机了。画面一转，弗雷迪已经回到了房间，并做好了调整。但回到房间的并不只有他一个人。Showtime already. I am experiencing a malfunction. The recharge cycle is not complete. Shh! Will you shut up? Who said that? I did. 说话的是一个叫格雷格里的小男孩，也是游戏安全漏洞中玩家所需要扮演的主角。华丽摇滚弗雷迪的身体里面有一个用来存放礼物的小仓库，而格雷格里趁着他故障时偷偷地钻了进去。男孩从机器人的身体里出来后，弗雷迪快速地扫描了格雷格里，因为他认为男孩一定是跟自己的母亲走散才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可奇怪的是，电脑中并未储存格雷格里的客户信息。可如果格雷格里他不是客户的话，又为何会出现在这个时代广场里呢？我懂了，你想着逃票是吧？弗雷迪准备联系总务处来找人帮忙，却发现网络似乎被什么人给切断了。格雷格里则是说是有人故意切断了这个网络，而那个人正在寻找自己。 It's her. She cut you off. She's not going to let you call for help until she finds me. Who? Who is looking for you? Your mother? Shh! I hear footsteps. 说着说着，房间外面走过来一个女保安。 That is the security guard. She can help. No, I don't trust her. Why not? I don't know who she is, but she's trying to get me. Isn't there some other way for you to communicate with me besides talking so loudly? 看到女保安的弗雷迪提议让格雷格里去找他帮忙，但格雷格里拒绝了，并表示就是这个女保安想要抓他。不过保安想要抓他的原因，男孩并未交代清楚。Take this. It is a novelty Freddy Faz Watch. 为了方便交流，弗雷迪送给了格雷格里一块手表。这块小天才电话手表可不一般，它不仅可以用来与弗雷迪时刻保持联系，还可以调取整个建筑的监控和地图。二人经过一阵协商后，弗雷迪打算亲自把格雷格里送到出口，乘坐弗雷迪前往地下的通道。地下的线路那是四通八达，从这个地方走可以到达时代广场的各个景区，算是一条为员工准备的专用快速通道。但好巧不巧的是，凡妮莎也找到了这里，于是弗雷迪先让格雷格里藏了起来。Freddy, you're supposed to be on lockdown. Officer Vanessa, I do not know how I got here. Well, you totally blew it tonight, you know. Your system crashed and you ruined the show. Now, parts and services have you on reduced power.
They said it's a safety precaution. Just one more thing to deal with. I apologize. Okay. Look, we're like 15 minutes from closing and some kid is sneaking around backstage. If you see anything, notify me immediately. I already alerted the others. Now, go back to your room. 不是，你生怕他找不到我是吧？躲过盘尼莎，继续向前。可是走到一半，弗雷迪说自己没电了，于是弗雷迪让我们自己去寻找出口。他表示自己会边充电边用手表通话来指引我们的方向。结果在路上发现了奇卡在前面干饭，他堵着路口，我们也不敢过去。弗雷迪告诉我们可以通过打翻物品的声音来吸引机器人们的注意，我们照做，并且悄悄地溜了过去。但是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破门而入的蒙哥马利穷追不舍，奇卡也是一个闪现，与其里应外合。面对机器人们莫名其妙的围追堵截，格雷格里只能一路向上来寻找藏身之处。情急之下，主角跑进一个保安室。Freddy! The power's only at 15% and they're pounding on the door! How am I gonna get out of here? 此时的男孩看似绝处逢生，但实际上这已经是瓮中捉鳖。门外怪物瞪眼胡子吹，电量那更是岌岌可危。开门溜走根本就不现实，除非眼瞎，否则出去以后他们定会奋起直追。现在的格雷格里就算是插翅也难飞。奇卡的高度近视给了格雷格里开溜的机会，一路小跑来到了商城的前厅。可好巧不巧的是，出口的大门刚好被关上。No, no! Wait, I'm still here! Now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弗雷迪见状赶忙安慰格雷格里说，门被锁虽然是个坏消息，但也不用过度的担心，毕竟每天早上的6点钟，安全门就会被重新开启，到那时格雷格里自然就能离开，而且自己现在已经完成了充电，等下就会来找他。找到格雷格里后，弗雷迪也会尝试带着他去找其他的出口。不过弗雷迪同时也叮嘱到，在自己来之前尽量不要做什么引人注意的事情，因为夜间的时候商城会启用很多的巡逻机器人，如果格雷格里被他们给抓到了的话，这些巡逻机器人肯定会通知女保安或者是其他更厉害的机器人前来追捕他。那么在等待弗雷迪的这个期间，格雷格里也还是没闲着，边躲避巡逻机器人边逛了会前厅。阴差阳错之下，他获得了一张日托所的门票。弗雷迪见状就说，日托所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格雷格里可以去那里待一会，到时候两人就在日托所的大门口汇合。于是主角顺着指引找到了日托所的入口，入口被设计成了一个滑滑梯，他顺着滑梯往下滑。就这样，格雷格里顺利的来到了日托所，在这里他见到了日托所的管理者。Hello, new friend. You're sure I'm late. Are we having a slumber party? Where are all your friends? 这个爱说骚话的机器人名叫太阳，是本作中最风骚的机械玩偶，身份是日托所的管理员，功能是专门用来照顾托管的儿童。太阳见到格雷格里后非常兴奋，他说在这里咱俩可以画会画，讲故事，喝汽水或者玩点别的什么。不过呢，在日托所有一件事情是万万不能做的，那就是擅自熄灯。格雷格里听闻后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然后反手把灯给关了。No! Why would you do that? Lights on! Lights on! I warned you! I warned you! Naughty boy. Naughty boy. It's past your bedtime. You must be punished. 99.拿下这一关给的道具手电筒，等下解谜还得靠它。关完灯后的太阳竟然变成了另外一种形态的机器人，我们这里称它为月亮。比起太阳的风骚，月亮的形态非常严肃可怕。而格雷格里熄灯的原因是因为拿走了安保卡。在游戏中，玩家每拿到一张安保卡后，自身的安全等级就会提升，等级越高，玩家可以进入的区域就会越多。本质上，这是作者对游戏初期的玩家活动范围限制的一种设计。可是至于为什么拿走卡后日托所就会断电，游戏中并未给出解释。另外就是这个太阳在熄灯的环境下为什么会变成月亮，游戏中也只字未提。虽然我们知道这是游戏设定啊，但仔细一想还是挺离谱的。想象一下，你走路摔了一跤，
掉，然后就变成了另一个人，还把衣服给摔成了另一款款式，就很神奇。总之，在太阳变成月亮后，我们就需要边躲它，然后边重启发电机，一共需要重启5台。说来也是离谱啊，谁家会把发电机摆在儿童娱乐设施里面呀？另外的话，我们还可以打翻日头所的一些玩具。月亮有强迫症，会优先去整理被打乱的玩具。好的，现在我们已经重启4台发电机了，还有最后1台。好的，这是最后1台了。重启完5台发电机后，光照得到了恢复，月亮变回了太阳。苏醒的太阳非常生气，把我们赶了出去，并呼叫其他机器人来抓我们。Security alert! Security alert! Gregory, jump in. We need to get out of here now. They have found you. Go upstairs. And do not worry. They cannot find you while we are together. 还好充完电的弗雷迪及时赶到，不然这次8成是要归西了。We are almost out of time.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弗雷迪说，晚上每隔一段时间，全商城的电力就会往各个充电桩输送。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的灯都会被熄灭，太阳也会因此变成月亮，然后在日托所的外围进行自由走动。躲进弗雷迪的身体里，虽然能够骗过大多数的机器人，但唯独骗不过月亮。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带着弗雷迪躲进充电仓，这样就可以躲过月亮的搜查。老兄，你不是刚才刚变回来的吧？怎么又要变回去了？搁这超级变是吧？也没什么办法啊，只能根据弗雷迪的指引躲进充电仓。可就在这时，一只骚气的兔子闪亮登场。What was that? That is a fountain. A fountain is a decorative reservoir used for discharging water. Not the fountain. You didn't see the dancing rabbit lady right in front of us? No, I did not. There is no rabbit at the Mega Pizzaplex. Not anymore. This is crazy. It's like the whole place is trying to get me. I am not. Why? I do not know. I want to help you. Maybe they want to help you too. I doubt it. For some reason, you're different. 躲入充电仓的时候，有一只穿着玩偶兔服装的人从他们面前走过。奇怪的是，弗雷迪似乎看不见这只兔子。格雷格利也是吐槽道：“大晚上的，全店上下都想要抓我。”弗雷迪对此也表示不解，他不清楚为什么除了自己外，其他的人都想要抓住格雷格里。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比起其他的电子吉祥物，弗雷迪似乎有些特殊。在弗雷迪的带领下，我们坐上了电梯，拿到了店内的地图，顺利进入到了披萨时代广场的主厅。这里华丽宏伟，一切都显得是那样的梦幻。可谁都不知道，在这光鲜亮丽的外衣下，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黑暗秘密。从上个世纪披萨店臭名昭著的儿童失踪案开始，菲斯兄娱乐公司的名声就一直不太好，直到现在这种情况也没有好转。事实上，就在近期，披萨时代广场的外围也开始有儿童陆陆续续失踪。这家公司的产业就像是一个诅咒，它到哪里，哪里就没有好事发生。而至于为什么又有儿童开始失踪，游戏的后期会有所解释，所以我们接着往后看。弗雷迪告诉格雷格里说，领奖区的消防通道或许是一个潜在的出口，他建议我们去那个地方找一找。但现在比较尴尬的是，想进领奖区就必须要穿过3楼的游戏厅，而游戏厅的入口的门只能开一半。弗雷迪是进不去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两人就又要分开了。不过和之前一样，弗雷迪还是会通过手表来指引我们。顺着他的指引，我们到了领奖区的入口，结果门是上锁的，进不去。弗雷迪说他记得还有个落地门是可以进去的，结果这个落地门也上锁了。找了一圈后，发现门的附近有一个通风管道，爬进去以后会有一个迷你音乐人冲出来追我们。就这样一路被赶到了另一个保安室，保安室里面有一个安保卡，之前提到过拿安保卡是可以提升玩家的安全等级，那说不定拿走它后，我们就可以去开一些开不了的门。格雷格里也是这样想的，谁知拿了安保卡后触发了警报。No, Freddy,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All I did was take the badge. Do not panic. That office is now on lockdown. I can deactivate the alarm, but it will take some time.
罗克珊和蒙哥马利闻讯而来，弗雷迪让我们现在在保安室进行防守，他会花点时间解除这个警报。于是，在本作中的第一个守点战就此展开。那么这个守点的玩法，简而言之就是巡逻的玩偶从哪里过来，你就把门关上就可以了。关键是这个玩偶的 AI 非常低，他们也不会主动去保安室进行一个搜查，所以你就算是在保安室的外面乱逛，或者是你找个地方躲起来，你也不一定会挂。然后等一段时间，弗雷迪就会为我们解除警报，我们就可以顺利离开了。就单拿这个守点战的玩法来说，是设计的非常达变的，以及你看看这个穿模的情况，就知道官方在设计这个环节的时候压根就没用心。我们顺着游戏流程接着往后看，离开保安室后就进入了领奖区，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边躲避玩偶边寻找消防通道，最终我们也是顺利找到了，但是门又被锁上了。消防通道被设计成只有 VIP 能够打开，这个设计师实在是有点离谱啊。最后弗雷迪也是说这个地方我们是走不了了，让我们赶紧离开。就当我们登上电梯准备离开这鬼地方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Free map. Free map. Move! Gotcha! Where am I? Look at all this stuff. Freddy? Freddy, are you there? I'm trapped. I'll bet you think you're real clever, Gregory. Yeah, I know your name. You're in big trouble. This is not the night to be wasting my time. So, you are going to wait right there in Lost and Found until your parents or the police arrive. Are you having fun yet? 经过这一段的过场动画，我们也了解到，原来之前突然出现的兔子女就是一直在抓格雷格里的女保安，而她现在抓住了主角，并将其囚禁了起来。不过呢，这个女保安的智商好像不是很高啊，关我们的地方居然放了一把螺丝刀，格雷格里就通过这个螺丝刀又顺利的逃了出来。说实话，这段抓了又放的剧情有点难崩，其实这整个一段我都感觉是在强行推动这个剧情发展。也就是说，这个女反派把主角给抓了的目的，好像就是为了放了他。你别说，这一套强行推动剧情的设计，我觉得和斑里面有些剧情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坐上电梯以后，我们尝试联系弗雷迪，弗雷迪说自己的信号似乎被什么东西给干扰了，现在不方便移动。他让格雷格里去赛车场的入口找他。那么这里由于地图没有标点啊，迷路迷了很久才找到约定的地点。此时弗雷迪重伤倒地，而他的解释是自己错过了每个小时规定的充电机会。现在呢，弗雷迪急需去地下的零件维修室修复一下自己。弗雷迪又说想去零件维修室只能乘坐舞台的电梯下去，但目前并不清楚电梯应该如何被启动。弗雷迪建议我们去后台控制室看看有没有启动电梯的方法。不过以弗雷迪现在的状态，他是啥也做不了了，还得靠主角自己。 Good luck, superstar. Entering rest mode. Okay, I'll do my best. 很好，弗雷迪已经睡大觉去了，现在压力给到格雷格里，也不知道是为啥，大家都在说这一代的弗雷迪给了玩家很多的安全感，但是问题是这个安全感到底从何而来呢？明明很多活都是咱们自己干的。来到控制室后逛了一圈，启动电梯的方法并没有找到，倒是找到了一张安保卡和一盘演出光碟。There's something else in here. What's this? It looks old. Gregory? What did you do? Something happened. I can communicate again. I think you fixed my signal. Thank you. 罗克珊和蒙哥马利再次袭来，而弗雷迪也因此苏醒了过来。游戏中的第二个守点战也就此展开。在该守点战中，我们需要在监视器上观察弗雷迪的位置，然后按下对应的按钮帮他开门。开个几次门后，弗雷迪就会过来接应我们。在等待弗雷迪的期间，我们就需要防御鳄鱼和狼。每当他们砸门的时候，按下对应的按钮放电来将其赶走。整体来说吧，这个守点战设计的比前一个要好一点，但也就好了那么一点，玩法整体来说还是很无聊。按照流程点完了所有的按钮，弗雷迪也如约将我们接了下来。Jump down! Freddy, I'm so sorry. I couldn't find any lift controls. All I found was this disc thing. Follow me to the atrium. That is a program disc for the stage show. If you use it in the sound booth, you should be able to run a Showtime program, which will activate the lift. 弗雷迪说，光盘可以在调音台进行播放，播放光盘能够激活演出程序，而在演出程序被激活的情况下，电梯是被允许使用的。听起来这确实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但是调音台好像在主厅的3楼啊，那里全是机器人，非常危险。不过有弗雷迪在嘛，我们可以坐着弗雷迪去3楼呀，所以你这个傻大个还是挺有用的。
sorry, Gregory. I am in no condition to carry you. 所以你到底有什么用啊？这时可能有观众要跳出来说了，怎么不管怎么说，弗雷迪刚才还是救了格雷格里呀，这不就证明他还是能够给玩家足够的安全感吗？这倒确实，经过这次的营救，我们应该对弗雷迪还是要有所改观的。对待角色，我们可千万不能有刻板印。所以你到底有什么用啊？那么事情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弗雷迪把我们带回了主厅，然后让我们自己去3楼放这个光盘。我们就这样一边躲怪物，一边来到了3楼，好不容易成功播放了光盘，激活了舞台演出程序，按下按钮乘坐电梯往下，结果又遇上了这个月亮脸，然后呢，这个弗雷迪就被他带走了。很奇怪的展开只能说，不过毕竟弗雷迪给人的感觉是属于那种不会打架的温柔暖男形象，然后因为没充电的原因也重伤了啊，打不过也正常。不过我就在想啊，如果我们的队友是鳄鱼的话，是不是这个月亮已经被揍得生活不能自理了Freddy, can you hear me? Freddy's in there. I have to get him out. 弗雷迪被月亮强行带进了维修室，格雷格里也果断的选择要将其救出，但目前维修室的大门由于安全等级的限制无法进入，只能另寻他路。那么由于时间的缘故啊，安全漏洞的剧情讲解咱们本集先讲到这个地方，剩下的剧情我们放到下期统一进行一个讲解。现在让我们抽离游戏故事，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款游戏本身。之前视频的开头我也提到过，安全漏洞是玩具熊系列中充满争议的一部作品，毕竟它的风格转变实在是十分巨大，这就导致了喜欢的人非常喜欢安全漏洞，不喜欢的人就非常的不喜欢。其实这也是经典游戏 IP 创新发展的一个代价。目前福袋府官方的策略就是尽可能拓展自己的业务，想办法吸引新的玩家入坑，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天花板。这势必会遭到老玩家的反感，但这只是客体因素。安全漏洞这个主体本身的问题也有很多，其实在我讲述剧情的同时，大家应该能够感觉到游戏设计本身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它淡化了自己最擅长的定点守夜玩法，本身剧情的节奏也略显奇怪，角色塑造力度也明显不够。站在较为苛刻的角度来看，整个游戏无论是在玩法还是角色乃至剧本上，给人的感觉都是宏大但却十分空洞。而我个人认为，游戏设计的怪异究其根本的原因是因为野心过大所造成的。所以安全漏洞的争议究其根本是因为这款游戏是一个金玉其外平淡其中的半成品。当然，这种较为本质的东西，大部分的普通群众是看不出也没有义务去看的。但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创作者，应该要认真研究完作品本身的内核，再进行一定的创作。如果说一味的塑造表面功夫，而不在意构建作品本身的内核，那他所创造出来的作品引来一部分争议，也就是在所难免的遭遇了。